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的统计，2019年全球大约有4.63亿成年人罹患糖尿病，平均呢每11位成年人就有1位。那而在我们台湾呢，根据2017到2020年的调查显示，18岁以上国人糖尿病的盛行率是 11.1%， 大约有218万人罹患糖尿病，而且每年还以25000名的速度在持续增加。医疗的负担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庞大哦。而且糖尿病也是国人10大死因之一。那大众普遍会认为，糖尿病跟睡眠呼吸中止症是2种独立的健康问题，但其实在医学的观念上，这2个疾病至少有一个共同因素，那就是肥胖。因为肥胖会增加上呼吸道阻塞的风险，同时也会导致胰岛素阻抗。今天这一集，我们会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糖尿病控制不好背后深层的问题，睡眠呼吸中止症和糖尿病之间更直接的病理关联，以及我们对于这2种疾病在治疗策略上的重新思考。睡眠呼吸中止症跟第2型糖尿病之间存在有双向的关系哦。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特征像是间歇性低血氧跟睡眠的片段化，就会导致胰岛素阻抗和葡萄糖代谢的紊乱，进一步提高糖尿病的风险。当一个人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时候，他们的睡眠容易受到干扰，因为夜间反复出现的呼吸暂停，那这种缺氧状态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增加压力反应。病患呢会因此出现睡眠片段化的情况，既无法获得充足的睡眠，睡眠品质也会受到影响，不容易进入深度睡眠。那更进一步呢，这些睡眠的问题还会导致食欲增加以及饱足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会让肥胖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那此外呢，这些生理变化还会导致胰岛素功能障碍，也就是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会减弱。那我们知道胰岛素的功能就是帮助降低血糖。那一旦功能减弱，就被称为胰岛素阻抗。那这些因素呢，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最终就会引发血糖控制的问题，甚至出现糖尿病了。那顺带一提除了糖尿病之外，上面的这些睡眠呼吸障碍还会导致高血压。那高血压和糖尿病本身就是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子，例如心脏病和中风等等。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但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还会提高与糖尿病有关的并发症，例如呢心血管疾病的严重度。所以潜在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是真的不能忽视啊。那根据一项呢来自 Sleep Heart Health Study 著名的研究，追踪了参与者约13年，就可以发现中度到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会高出到达 1.28 到 1.71 倍。那在另外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当中，也有发现打呼和白天过度嗜睡与糖尿病的高度相关。那这个研究呢，是针对大概有7万名美国女性的分析当中，就发现经常打呼的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到了 2.03 倍。前面我们提到，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比较高。那么我们反过来说，糖尿病的病人会不会也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高风险族群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 OSA 在糖尿病患者中具有蛮高的盛行率，尤其是第2型的糖尿病患者。那根据调查，第1型糖尿病患者中 OSA 的盛行率约在 10% 到 46% 之间。那而在第2型呢，居然会高达 48% 到 76%。可以说糖尿病患者本身就存在非常高比例的睡眠呼吸中止问题。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去想到，如果能够把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治疗好，对于血糖的控制会不会有帮助呢？一些研究表明连续性阳压呼吸器 CPAP 可以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他们的胰岛素敏感性。研究报告也指出，继续接受 CPAP 治疗达到3个月的患者，
在口服葡萄糖耐受测试 OGTT 评估的胰岛素敏感性是有所改善的。另外，糖化血色素 HbA1c 的变化也反映了 CPAP 治疗的潜在好处。说起糖化血色素，它实际上是一种反映过去3个月平均血糖的评估标准。那 CPAP 治疗可以降低糖化血色素。那在一项研究当中就有发现，接受3到5个月 CPAP 治疗的12名重度 OSA 患者中， HbA1c 可以从 6.47 降到 6.28。不过要达到这些效果，是需要每个晚上使用呼吸器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才能有效改善血糖。所以呢，如果你已经乖乖的遵守医师的指示进行血糖控制，但是你的糖尿病还是一直没有达到明显的改善，就可能需要考虑是不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问题哦。糖尿病病患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特殊问题，就是黎明现象 Dawn Phenomenon， 指的是糖尿病患者在凌晨2点到早上8点之间的清晨时段，即使呢他没有吃东西，也会出现血糖升高的现象。那黎明现象的具体生理机制目前还不是非常清楚。不过一般认定的原因呢，很可能是由于人体在清晨的时候会自然的分泌像是皮质醇生长激素等等，这些呢是具备升高血糖作用的荷尔蒙。同时呢，又有可能是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胰脏可能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或者呢是身体对于胰岛素的反应不佳，都会造成体内的血糖数值在清晨的时段异常的升高。那黎明现象的发生呢，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哦。根据估计，第1型和第2型的糖尿病患者的黎明现象发生率都是超过 50% 的。这表示呢，有超过一半的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受到黎明现象的影响，而导致清晨血糖过高。那么，糖尿病的黎明现象既然是发生在睡眠期间，会不会也跟睡眠呼吸中止症有关呢？2016年就有一个研究发现，他们用来呢证明这2者之间的关联性哦。研究呢是针对第2型糖尿病以及同时罹患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进行观察。在研究期间呢，这些受试者呢接受为期1周的实验，确保呢他们在每天晚上进行完整8小时的连续性阳压呼吸器的治疗，以及呢相同的饮食摄取。那研究的结果呢，就显示他们每24小时的平均血糖可以从 153.2 显著下降到 139.7。那早晨呢的空腹血糖也明显下降了 14.6。那此外呢，下半夜血糖上升的黎明现象也有所减少。这个研究呢，同时也探讨了可能会影响血糖高低的几种荷尔蒙，包括像生长激素皮质醇以及去甲肾上腺素的变化哦。那结果就显示阳压呼吸器的治疗并没有影响生长激素和皮质醇的24小时的曲线，但是呢，会显著降低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这样的结果呢，就表示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能让交感神经的活性降低，除了呢改善血糖控制外，尤其呢能够减少睡眠期间的黎明现象，也就是清晨血糖升高的问题也跟着改善了。糖尿病与睡眠呼吸中止症存在高度重叠的共病关系。那睡眠期间的反复缺氧、绝情以及交感神经兴奋呢，都是造成血糖控制不好的重要原因。那好好治疗睡眠呼吸障碍的话，除了能够让你睡得更安稳，也能让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得更好。尤其有超过一半的糖尿病患经常为黎明现象所苦，那背后潜在的睡眠呼吸问题很可能才是主因。因此，糖尿病患者如果有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或者是希望能够不依赖药物剂量来抑制越来越高的血糖变化，积极找出潜在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才是追本溯源、真正治本的做法哦。